那因为这也不是新闻啊，大家应该看这新闻已经看到不想再看了。虽然那过程怎么样，大家都知道啊，不用特别介绍了。但这边想说的是啊，有一个蛮奇妙的说法，就是威尔史密斯为什么上台去打那主持人呢？有人说了，应该说有个说法是这样子啦，就是他不是为了保护老婆，他是因为。Hello, 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我是墨镜哥，看完影片没有按赞，真不讲武德。欢迎收看今天的三小新闻。今天是哪一天呢？今天是4月4号。对，没有错，墨镜哥最近的新闻呢就是这么不新闻。最近呢有一些影片啊已经 delay 到不能够再 delay 了。新闻准备好时间4月10号，我现在拍的时间是4月13号。然后到你们手上应该是我想一下，应该是礼拜5或礼拜6，差不多也就是15号、16号。整10天啊，没关系啦。墨镜哥的新闻呢，就是越沉越香那一种，好吧？不要介意，不要介意。那我得预告一下啊，以后的步调大概就是这样了，没有办法了。可能很多新闻呢，就是 delay 个1个礼拜这样子啊。请各位30公分一大师，然后帅哥美女啊，通通多多包涵啊。Number 5，嫌送洗3500太贵，他把5万 LV 包丢洗衣机洗，有钱人跟你想的永远不一样。有一个妹子啊，她就说啊，她自己的 LV 包包好像遇到潮湿的天气很容易发霉。但你也知道，台湾的天气就是很潮湿，所以呢，基本上你的包包就是要定期的去清洁。那她就说啊，这种 LV 包包送洗是太贵了，所以她直接丢洗衣机洗。直接丢进洗衣机洗，你拿的是5万块的 LV 包丢洗衣机，哇靠！我跟你讲，我的西装外套都不是很舍得丢洗衣机洗的，你 LV 包包丢进去给他滚，让他在里面搅。然后他也非常不解，来问大家为什么他身边的朋友都没有办法理解他。然后他想问大家自己这样子做错在哪里？来，墨镜哥直接告诉你错在哪，你错就错在洗衣机是搅我们那一些几百块，顶多1、2千块的那些废物布料用的，不是去搅你那一个皮质的5万块以上的 LV 包包用的。要么呢，你这家伙啊，就是钱太多了啊！你那5万 LV 包呢，可能跟我们的那个装10块钱零钱那种破烂零钱包有得比的那一种。我们那种数量很多啊，那个家里面5个10个都没什么关系，少一个也没差的那一种的。要么那个5万 LV 包就是跟我们那种破烂包包一样多啊。要么呢，你就像是那种别人讲的车买西300，加油加300，就已经挤出了全部的钱，然后去买了一个很贵的东东。那就我们后面的保养费啦、必要开支啊，都被迫只能一省再省。我不知道哪一个啊，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啦，就是你压根不知道你的包包这样子搅了会烂掉，你是那种单纯天真可爱的小妹妹啊。如果是的话呢，跟我联络好不好？以后呢，你的钱呢，我帮你保管啊，你的那一些贵重东西你放我这边，我帮你顾好，好吧？外面跟你收清洁费3500太贵嘛，你丢洗衣机可能把它洗烂嘛，来，你给我500帮你搞定，好不好？我人工帮你擦，这样可以吗？不要500块，你可能觉得太贵，那我一次100就好，一次100，好吧？找我墨镜哥的第2春啊，墨镜哥的第2事业正式开启。男生车买西300，加油加300；女生包买 LV， 丢进洗衣机，这太猛了。Number 4，威尔史密斯招认妻出轨儿子的好友。这个我真的是婚姻开放式关系，疯狂偷吃没关系，没错，真的没关系耶。对于威尔史密斯来说，这哪有什么关系？这件事情呢，其实在当初好莱坞爆开的时候就引发了不小的骚动。我们向来啊，只在文章上面听过开放式关系，身边要有真正的开放式关系的拥护者跟实行者，真的是少之又少。刚好我们的全民超人威尔史密斯上台赏巴掌的那种超级英雄，他就是这样的实行者。在2020年，威尔史密斯与杰达就曾经被爆出婚外情，而且杰达谁不吃？他吃自己的儿子的朋友，太猛了！吃一个跟自己儿子一样大的 ，Oh my god！ 果然小鲜肉的诱惑就是抵挡不住是吧？不过他们差了20几岁啊，这20几岁很鲜肉你嗑得下去啊？哭啊！真的是这种感觉，很像是跟儿子在坏坏啊！我讲出了什么恐怖的东西？你看嘛，这种应该是日本的剧情看太多了。那后来这件事情就爆出来了。那杰达呢，就是要来回应一下，所以他就顺便找了威尔史密斯一起直播，坦诚自己出轨。天哪，找老头坦诚自己出轨，你威尔史密斯怎么有办法继续做人呢？而且更狠的是啊，威尔史密斯跟他一起，不知道怎么套好了，反正呢，他就在威尔史密斯旁边讲说，他是在威尔史密斯的允许之下呢，才进行这样的一系列的，这是真的吗？我们的一拳超人，他真的有这么心胸宽大，然后看着自己的妻子吃自己的儿子的朋友？那不管是不是真的，威尔史密斯他就是说他知道自己的老婆杰达偷吃，然后呢他自己接受，然后呢还说了开放式关系是目前2个人状态。
我快不能接受，这种想法实在是太前卫了。对于这种事情呢，我个人是觉得非常的害怕。如果以后我老婆被以后的儿子的同学给搞上，我应该会崩溃，不太可能跟你在那边嘻嘻哈哈。不过呢，美国就是一个嘻哈的国家，你想怎样都可以。开放式关系就是狂。Number 3， 好，又是我们的威尔史密斯，一拳超人打人背后的真相是这样。老婆被嘴打人脸，老婆被睡轻松点。前阵子最火红的电影圈新闻啊，就是威尔史密斯打了克里斯洛克一巴掌，这一巴掌响到不行。说实在，我觉得那个姿势有点帅。不过我们东西方的观点来说好像差得挺大的。我们台湾人呢，很多人就觉得那个主持人被打刚好，是让你们调侃人家老婆，你也不知道人家老婆头发掉了是因为她有那个疾病上面的问题，你还他们取消他们长得像那个电影里面的人物一样，你被打不是活该吗？不过在西方世界，威尔史密斯这个举动呢，好像是非常的不当，风向呢东西方差非常大。我是很难理解西方他们的那种，反正我不行啊。好，我是站在威尔史密斯这边的。那因为这也不是新闻啊，大家应该看这新闻已经看到不想再看了。虽然那过程怎么样，大家都知道啊，不用特别介绍了。那这边想说的是啊，有一个蛮奇妙的说法，就是威尔史密斯为什么上台去打那主持人呢？有人说了，应该说有个说法是这样子啦，就是他不是为了保护老婆，他是因为愤怒要宣泄他的愤怒，所以呢找了这件事情去那一个男主持人，他的愤怒是什么愤怒呢？就是我们上面所讲到的，就是威尔史密斯他知道老婆接大投资之后呢，他其实不能够接受，他其实也很难受，但是又不得不被迫接受。不晓得他们夫妻之间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协调，还是怎么样，不知道。反正呢，一般人应该是真的是无法敞开心胸的去接受这件事情。好，反正总之他忍老婆已经忍了很久了，然后呢，刚好又有人去弄他老婆，让他更觉得是超级没面子的，于是呢，他就直接上台赏他一巴掌，借此宣泄。不过这只是其中一个说法啊，其中一个说法。那到底他这样子做对不对？我们的观念差异非常大。你们觉得有什么样更好的做法吗？欢迎底下留言大家讨论。你们觉得是主持人被打活该吗？还是说威尔史密斯有更好的做法呢？讨论来，底下你们赞一片好不好？底下留言板开放比赞，你们打个痛快，墨镜哥就不参与了。Number 2， 又是你威尔史密斯，被威尔史密斯打完后转到克里斯洛克脱口秀暴涨21倍。虽然说那个白目主持人被打了一巴掌，不过呢，他最后面也不追究也不提告，就是说只要克里斯洛克想，在当下威尔史密斯可以马上被警方给带走的，而且呢也可以告他，但他都没有选择这么做。无论这个主持人他有没有公关公司在背后操刀，但我只能够说，他跟威尔史密斯两个人的气度在这个事件的当下跟事后呢，都马上分辨出来了。虽然说他真的很白目，但是呢，他没有利用他被打然后去反告。那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，他也是值得被赞赏的。那身为一个脱口秀演员，被威尔史密斯打这一巴掌之后呢，让他的票房3级跳，口袋赚饱饱，被打一巴掌又如何？那原本他的巡回脱口秀计划是在奥斯卡典礼周开始的，而就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，他的门票成绩直直往上冲，喷到吓死人的1025元美金，原本最便宜是46块啊，涨到1025元，而且是美金。来，我帮你算了啊，最近汇率有好一点啊，对我们这些 YouTuber 来说。台湾的汇率币值越差，对我们就越好。这大概是28.5块啦，我们128块5计算，大概是29,212台币。一个脱口秀门票3万块左右，我怎么受得了？那为什么它的票房可以涨这么高呢？其中一个可能性呢，就是大家都想要看到克里斯洛克会怎么把这件事情写成个段子，好好的喷他一整段。脱口秀演员最强的就是那张嘴，最强的就是他们写段子的功力。就像台湾之前发生的龙 K 事件，多少台湾的脱口秀演员就把这个写成了段子，揶揄了一番，甚至连龙自己都在段子内加入自己发生的事情。可想而知的，美国观众会有多期待这个男主持人会写出怎样子的精彩内容了。所以呢，票价涨这样子也是 OK 的啦，巴掌让人打一下，票价涨到黄牛价。波兰车站整排娃娃车供乌克兰妈妈使用。战争不只让我们看到丑陋人性，同时也让人看到人性的温暖与善良。今天的 No.1， 没错，又是这样子的一个温暖、感人、正面的新闻了。俄罗斯攻打乌克兰依然持续当中，快2个月了。而波兰呢，虽然说不能够给予什么真正战争上面的援助，但身为妈妈，一定是懂妈妈的。波兰许多妈妈将自己家里面的婴儿车放在波兰的火车站，让那一些带着孩子逃过来的乌克兰爸妈们可以立刻使用。
这对于可能整路抱着孩子逃亡的他们来说吧，这是一种最棒的帮助了。而且邻近国家啊，也都有在提供乌克兰孩子暂时寄住的帮助。战争有时看的并不是谁提供的武器跟士兵多，有的时候谁能够提供多少民生上面的帮助也是很重要的。毕竟战争真实会影响到最大部分的都是我们一般的平民百姓。对于一些掌权者来说，特别是那些独裁的，拼的都是一口气，但那一个小小原因啊，却是大大的影响。我们总是能够从这些感人事迹看到很温柔的事情，虽然总是在不好的背景下才看到，但是我想，我们对于人性本善这件事情是真实存在的。我相信呢，善良的一面都在每一个人的心中。或许有些人现在正在走上歪路，或许有些人已经在这条比较偏的道路上面走了一阵子，但我相信你们的心中都是有善良的一面。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把心里面善良的那道光慢慢的放大，然后有一天你可以帮助到别人手。我相信当有一天你看到你帮助的人因为你而过上更好的生活，或者是对你有非常感激的眼神、表情或者是行为的时候，你会非常非常的充实，非常非常的开心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影片呢就到这边了。冲着这些娃娃车让人感动到想哭，今天这部影片值得你按一个赞。那么订阅魔这个频道，随便来不加会，那是一定要加会干嘛？不知道了。那么就明天见了 ，See you tomorrow，拜拜。